小罗他说他是带着一家人出来旅行，然后旅行之后呢，他们现在目前的计划是不想回到中国，然后想留在马来西亚或者是留在槟城，对不对？是的。我想和他聊一聊，我看他到底是咋想的，是为什么出来旅行之后，他们一家人出来旅行完了后就说不回去了，我觉得特好奇，你是咋想的？就是谈一谈你的这次出来的一个心路历程。比较直接的原因就是我这个岁数，将近40岁的岁数，在国内再想找工作几乎都找不到了，这是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我来马来之前，我在越南是国内的企业派到越南的，最后因为也是签证的问题，最后没有长期待下去。如果能在越南待下去，我们全家都不会有这么被动。所以这个是最直接的原因。然后我把他们留在国内也不是我的想法，因为国内他们这一代，不说以后就业，因为他们是刚刚开放2胎的那一段时间，出生率特别高。然后不说以后找工作，以后择偶，就说现在的教育，不是说城市里面基本上只有1半的人能上高中吗？对。那我觉得出来起码来说，受教育的机会啊，各方面啊，都不会有那么绝。就你看出来是马来西亚这边这个压力就没那么国内那么大，是吧？也不是说马来西亚，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国外的学校、国外的国家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就只要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压力。我明白了，就是说就除了中国压力大，其他都不大，是这个意思吗？印度也大呀，孟加拉更大。对啊，这肯定也有优劣，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不说很好，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起码我觉得比较 OK， 反正有份工作，对，有份工作的话应该还是没问题的。你们当时是到泰国去旅游还是怎么出来的？先是我一个人出来。你先一个人出来的。回国之前来了一趟这个槟城，马上就爱上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吉隆坡就到槟城待了，很喜欢，就回去，然后带孩子出来了。对。是这样的。如果说要讲什么具体原因的话，一个是槟城这边有挺多的大工厂、电子厂，Intel、AMD、Western Digital 就是西数，所以因为我之前也是搞 IT 的，然后又有过电子厂的工作经验，所以我觉得，当时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起码是应该有我的立足之地的。对。你待了多久啊？在这里？那一次也就是3天。待了3天。对。你现在到这来待了多久？2个月。2个月了？对啊。你2个月怎么待下来的？就只能免签，只能1个月啊。我不是说可以30天出一趟吗？你走陆路去泰国，待7天，然后就可以回到马来西亚。就是有些国家它会限制你免签，只能去1次或者2次。但是马来西亚对这个没有要求。有吧？目前没有。我跟这边的边境的那个移民官也打过交道。你比较诚恳的跟他说的话，他也会很诚恳的去告诉你怎么样走。这样子啊。对。那你下个月怎么办？还这样吗？继续这样？只能这样。然后你现在，我看你是带着老婆。工作签是怎么样呢？因为我的途径就是我没有成本去做第2家园，我基本上只能考虑通过工作签或者是学生签。不管是大人做学生签还是小孩子做学生签，然后大人陪读，这些申请签证的流程都很慢，可能要2个月到3个月。所以正好这2个国家都免签互免。1个月的旅游签证可以在这待着找工作，就现在是这样想的，是吧？因为我们如果人不在这边的话，要找工作，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现实。因为你光是远程的话，人家更觉得你没有诚意要来工作。这里工作好找吗？
你目前找了目快2前个月了吧？我把槟城只要 IT 相关的岗位全都投了，不管是 software 软件还是 hardware 的硬件的，所有的岗位我都投了简历，只得到了1个回复。因为我们投简历，平台上面会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们有没有这边的工作，不是工作经历，是工作许可，就相当于有没有工作签嘛。工签。对，一个要么你是这里的当地居民，要么你通过学生签，因为留完学以后一般都会有那么1-2年对，允许你在这边找工作嘛。就说你有没有工作许可，我们其实都应该实事求是嘛，你不可能这种信息作假。我写的是没有，所以别人就这一点我估计就是很大的硬伤，因为雇主要考虑到你如果，除非你是很适合的人才，他愿意等你2-3个月，还要他要以他的名义去帮你做担保，因为工作签是要雇主担保，那个工作签上面会写明，就是这家公司你只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就得先证明，或者是先让人家知道你确实很适合这份工作，你有诚意在这里做，你会至少在合同期内不会3心2意，这几点你都得证明好，所以只能一步一步来。目前我的考虑，那你这个真的是孤注一掷啊！带着老婆孩子就也还不至于啊。但是孩子不上学吗？这几个月？是不上学，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个人的经历就是，我都比较喜欢自学。哇塞，你这个真的是让我没想到的一个一个我是从读书到从读初中中学开始就已经是很另类的一个学生了。所以很有想法。也不是说想法，以前如果有些东西开眼界的早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更早一些做这种决定。所以我老婆老是埋怨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决定？那个时候没有小孩，没有各种负担的时候，对。但人就是这样，一个是井底之蛙，一个是反正总是要迈出来一步嘛。或者你经历过某些事情以后，才会有大彻大悟，或者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也有一点。